这次考核啊，有2个新的面试的来了，2个简历你瞧一瞧的话，可能就会大吃一惊。我叫刘瑞娜，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目前是博士3年级。后面的这个论文，还有翻译研究成果。哇，我的天哪！我叫刘佳琪，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进行了197例伤情鉴定，处理了103例现场勘查案件。一个是科研大神，一个是实践大神。对他的师表进行检查，解剖术式的选择，福尔马林固定，切片的检查。瑞娜仿佛已经在这上班很多年了，一开口就感觉是个老法医了。硅藻检验、心血检验、电解质的检测和心房单胞胎的检测。这是我们以前几案中没有讲到的内容，经过有一定的实践才能脱口而出。因此，你们2个人呢，现在是还得留一段时间，旗鼓相当，很难区分说谁更优秀。真正的考核开始，接下来要去开棺。这个死者的身份是这个李姐10年前死亡的老公啊，到底这是个什么情况？老金怎么会又活过来了？棺材里面的东西非常危险，有害气体，包括一些昆虫啊，还多注意保护自己。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上一个在水里面发现的这个尸体老金，10年前他的这个坟地，到底这个棺材里面埋的是谁，要把它搞清楚，所以需要去做开棺。大家也看到这个环境。你不知道它里面打开是什么状态，比如说这里面有害气体，可能有这个蛆啊、苍蝇啊，安全第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防护服，要求是把里面的骨头先拿出来放在这儿，摆平。准备开棺。请到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好。我们给他们让一下。什么味儿呢？里面都是水。没有想到打开来里面全是水，然后并且是这样一个不在原位的这样一个骨骼状态。你看这里面还有水，你还得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拿什么去把这个水搞出来？舀出来。拿什么？手舀？我们后面有桶。快去。有勺子吧？有的，里面都有。好，这里面的这一副这个骨骼，实际上是还原的、仿真的，它上面有些情况能代表当时的情况。好，2个组同时下去，给你们20分钟，看你们能说多少东西出来。好，计时开始。取一下那个周围的土壤还有植物的样本。我下去了啊！我，郝宇，你来吧，我不行了，我这衣服不行。去舀水是吧？对，你现在舀水，然后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埋在水里面的。你现在有水，我看不见吗？好。
这个水样要取吗？水样取一点。取样。有没有管子？没有管子，给我倒一点。够吗 ？OK。这个太慢了，太慢了，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这一点点取的话太慢了。其实不用全弄了。先拍照，然后标记好顺序，然后拿出来。好，来拍照，来拍照。你把那个要踩的东西，把标尺放上去。好。首先拍远景拍一下颅骨。拍了。整体的颅骨拍完之后，拍一下这个破损。对，放胸部。这个地方拍一下整个的，然后再拍一下局部的。下去。拍这根长骨，然后换一下角度，这个里面有一根，要在那对侧拍。啊，你慢点到那边去。5号。OK。先把这些骨头拿上来取掉。10分钟了。拿之前要做些什么呢？散的吗？还是整个一起的？一起的吗？一起的。里面有东西吗？里面没有。然后去看一下颅骨有没有损伤。拿上来吧。先拿上来这个。颞骨那里仔细看一下。好，我拿过去。我把这些水泥沙冲干净吧。先拍取，拿上来再处理。你们就把它在下面的情况观察好，然后具体的上来再看也可以。好。这个先拿走。肋骨也都拿起来。我拿肋骨。什么？虫子、昆虫要取。我来。你不是害怕吗？可以啊！快点取！我死了。我要个标识。有！哎呀，我不能看。有。物证袋。在。Here。我没想到那里面会有昆虫，然后我自己很怕昆虫，就是我拿到第一只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吃惊，有点意外，就有点被吓到了，但也算是一个锻炼吧。还有5分钟。如果要测身长的话，胫腓骨也要取啊。好。那个是衣物，有没有？就是那个有衣物吗？我不知道是衣物还是什么，我拿起来看一下。我去拿。就取样吧，直接。这个。你们大概数它数量了吗？是几个？是确定是一个人是吗？头骨只有一个头骨啊。椎骨也没数吧？没有。队长，数一数椎骨。我们俩把这个拼一下吧。腰椎5块够了。好了，那个颈椎好了。颈椎够的是吗？够了，7块。然后到胸椎，这是9个。这个是胸椎，10。这个也是胸椎，11，差一个。还差一个胸椎。差个啥？差个椎骨。还有那个颅骨残片，找有没有？颅骨的碎片。这有好多泥啊，这里面。1分钟。还有没有椎骨？是不是在这个底下啊？没有颅骨碎片啊，那个是不是很大一块？那椎骨呢？椎骨找了吗？没有。这在哪里呀？胸椎那个地方有没有被遗漏放在其他地方的？胸椎吗？对。肋骨那里面有没有可能混到？没有。有没有什么还有个人识别的，除了衣物以外其他东西？衣物、饰品，没有。那你看这个物证，这有一个虫，有一个衣服，有一点水。我去那边转运。这个换个袋子吧，这2个。给我递过去就行了。啊。好，时间到了。
走，我们过去吧。哇！Help me！ 这样的天气，一直穿着防护衣，高度集中注意力，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法医工作真的蛮辛苦的。我们只有每一位法医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让法医行业逐渐壮大。现在我们就这一副捞出来的白骨做个人识别，看他的性别、年龄、身高，2个组分开做这个鉴别，正确优先，时间短获胜，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因为刚才那个拼骨的时候，他们那一组相对好一点，就你们先，给你们15分钟时间吧。如果你可以提前也行。你们这一组呢，先在旁边等着，好，可能会给你们20分钟，好不好？你们可以去准备分工这个问题。对，我们整理一下要测的东西。那么你们就先开始，15分钟之内。来上面。来量。先性别吧，性别我已经看过了，男性。我们身高的话，先量一下。这样子怎么量？我觉得这样量不了，这样量不了，分得太散了。能通过椎骨那个公式吗？加一块吗？先量头这个颅高先量，然后是椎体总的长度。你是有公式吗，咱们？有公式啊，行，你要颅高吗？我来记吧，14.5颅高。老徐把上面拼一下吧。行。现在量多少？47。但是少了一个，你要记一下。对，少了一个，然后你量一个胸椎的。2。然后股骨长。45。胫骨。37。跟骨和距骨加起来。7.5。2分钟了。是脚吗？数据给你，然后你拿那个算一下。年龄看一下牙齿和翅骨联合，牙齿的磨损程度。1、2、3、4、5、6、7、8，成年人。颅高14.5，椎体50，股骨45，胫骨37，跟骨7.5。身高165.5加减2。我看一下，用另一种方法算身高。股骨，你按一下股骨长算身高。股骨长多少？股骨长45。按股骨长最高算出来是164到1.7米。胫骨长多少？我再算看胫骨。37。37。胫骨长还是164到170。OK。那差不多的，挺接近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年龄。我觉得其实这个算一级磨损都不到，基本上都是没有凹陷，所以只能是1级。我觉得。它尖牙的牙尖儿感觉有点平呢。对，我感觉是有磨损的。它有磨损啊。但是你把那个泥土弄了，它是那个我泥土弄了，这个尖牙也不是那么尖呢。应该至少在30-40岁以上。等会儿啊，我看一眼。我看一下那个耻骨联合面。耻骨联合面得要清洗之后。对吧？这个看不清。牙给我看。它那个牙本质没有露出来。没有暴露牙本质，没有暴露牙本质。5分钟了。30岁左右吧。对，30岁左右。汇报吧。结束了吗？差不多。首先他是一个男性。男性啊。对，165.5加减2。年龄的话，就是根据他牙齿的一个磨损和脱落的情况，大概是27岁到30岁。耻骨联合我们需要清洗了之后才能再做判断。对，因为那个牙也没清洗，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每个人的磨损情况也不一样。行，年龄的问题一会儿他们看完了以后，你再去清洗一遍再去看。好的。那我给你们记的时间就是5分钟。好的。好，他们这一组5分钟做完了。 5分钟。该你们了。好，走呗，走吧。你戴个手套，我来看看要量什么。量什么？跟我说。
组长，尺子，你先拿尺子。我按照我的这个量他的这个颅围高。好，好，开始计时。OK。性别先看颅骨。颅骨。颅骨上颌骨到顶骨16。哦。然后宽14。X2是吧？是的。X1量一量，前后。我得拿着一个挡着他的。好。快一点，快一点。16。X1 16是吧？下一项。9.9。17.5。4。下一项。8。OK，怎么样？长骨量一量。好。肱骨33。26。26.5。17。44。胫骨37，腓骨36.5。他们都量得很细致，他每个骨头都量到了。对，他们得出的结论会比我们更准确。 4分钟了。好。OK， 量那个骨盆的吧。髋骨。然后椎骨联合。坐骨，来先量坐骨吧。坐骨6.5，坐骨孔5，坐骨孔是5。下骨是不是没量？耻骨量了吗？是17、13、22。5分钟了。它的原子角那个角度你能量吗？你量下几柱？是。记下多少？58。OK。走吧，赶紧算。赶紧算年龄啊！快点！耻骨联合70到75度是个男性，然后是年龄和身高。你们去把这个推断年龄的那几个洗一下，咱们找个数。身高身长刚刚量了吗？没量。加，赶紧用耻骨、肱骨、股骨，把他的那个身高拼出来。我不知道你这记的是哪个呢？这是什么？髋骨。那个上面肱骨多长？肱骨。颈椎我量了颈椎是58，还缺什么？肱骨和股骨。那再去量一下，反正我们还没有结束，再去量一下吧。好，重新来。肱骨是多长？稍等，肱骨33乘2.6。股骨是45，胫骨37，先把这个加起来吧。173。我算的应该是1.7米正负4呀。好。那我们要带入他这个年龄啊。你拿一下。有结果了吗？得看一下。看一下年龄。那我就把这个时间给你们加上去。我们不管你们了，反正我才计时了。那我还拍了秦明老师全套耻骨联合照片。我感觉这个勾脊肯定是你就是这个横的这种，我觉得没有了，然后就至少到这儿。再往后翻一下。我们俩来看牙齿，分2组，互不干扰。一磨牙的磨损，它牙尖应该没了，我觉得应该是2级了吧。牙本质还没有暴露出来，没暴露出来，应该算2级。对，就是2级到3级之间。然后我们2级到3级之间就是30以上。对，看到30呢？30是这样，我觉得是30跟40之间。我们是30以上，对。这个范围算大吗？30到40？还行吧，不算很大，那就不算。那就30到40。30到40。对。行，多了1分钟。年龄，耻骨联合面勾脊，然后看形态分。勾深。深是吧？现在耻骨结节。平整。联合面它的下端这个地方。没有分界，没有。你们算完了吗？你们这组还有2分钟就到20分钟了。马上。那个陈师算一下，拿个计算器我们算一下。好。9.34减去0.33加上1.17乘以2加1.66乘以3加上1.74乘以2 0.56乘以2 1.79乘以2加上2.36乘以2，不加了。乘以2，29.34。好，出来了。老师，我跟您汇报一下，首先性别为男，年龄大概在30，身高1.70米正负4。
好，他们也出来了。我说一下，刚才你们推断的性别、年龄、身高，男性这个没有问题。这是个男性的。身高呢？他们说的是1.7米加减4。我们是1.65米加减2。那么实际上这个人，当年挖出来的白骨，这个人的身高是1.7米，他们那个更接近一点点。对。男性年龄推断是45岁，就实际这个案子是45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这个信息基本上有了，但是因为这是校具的模型，大概你们测量的方法都还是比较准的。那问题来了，那个老金在泥水里面的那个老金跟他的生父的信息是对上了，那跟他就对不上了，这个人好像跟他没关系。我们看到他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有？颅骨缺了，没有找到颅骨碎片。他这应该是一个手术后的人为切的。所以当年的法医看了这个问题以后，反应过来这个颅骨盖子不在了，是不是手术有关？因此公安就根据法医这条线索，去到当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的医院去做排查，找到了一家医院，这一家医院里面当年有类似的情况，有人死掉了，但是不止一例，因此我们需要到那个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调查。查一下10年前的死亡登记，这里有5份医学死亡证明书。10年前我负责的病人里的确是有做过开颅手术的人，他的头撞到砖头上了，送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老金年龄40岁，身高178。白骨说不定不是叫这个名字来入的院，是叫他本名来入的院啊。但是出院记录和死亡证明能作假吗？如果老金出院的话，那上面名字为什么都不是老金呢？也给大家交代一下，因为我的脚韧带扭伤嘛，所以我会带着我的拐杖一起和你们出发。往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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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站。我觉得好像看到你老年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里等实习生们等各位实习生，因为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病案室，然后呢要调查一下过去的一些档案资料。哦，来了已经，我看到了。新面孔，新面孔，哦，看到了新面孔。欢迎，欢迎！溜头，哎呀，溜头。又见到注意团了，你们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开心，来吧。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考核的这个关键环节。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有些新的情况，得知这个白骨化的这个死者曾经在这里因为外伤做过治疗。这些信息有请我们的注意团给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做这个介绍。好，各位同学，我们也是4位人物的一个询问笔录的信息。这4位呢，有一些新的人物，也有之前出现的李姐。那就请李姐先开始吧。我是李姐，现在在工地做出纳。10年前，我爱人老金摔伤住院了，人没救回来，所以我悲伤过度，就辞去了工作，去了外地生活。老金的事都是10年前的事了，他工地上出了事故，当时就送医院了。10年前，我们好不容易怀上了我们的孩子，他就撒手人寰，这孩子还没出生呢就没了爹。你现在突然跟我说，当年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不是老金，我觉得你们想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下葬的，我们一起过了10年，难道我连自己的男人都不认识了吗？公公，男，70岁。10年前，我苦命的儿子老金走了，我也差点没跟着他一起过去。什么叫理解？现在的老公是我儿子，我实打实告诉你，我儿子10年前人就没了，当时才刚过完春节，我白发人送黑发人，看着下的官。我儿子在一个工地干活，他个子高高的，身子也结实，啥活都能干。当时是一个急活，他想多赚点钱，攒钱给我们家盖房子。结果我儿子在工地受伤，直接脑震荡了，当时人没救回来。哎，命苦啊！要是我儿子还活着，不可能这么多年来不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的。
我是护士长，女，今年47岁。10年前呢，我是这家医院的外科护士。那个李姐呢，是我前主治医生的亲妹妹，我跟她不熟。她的爱人并不是我负责的病人，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10年前我负责的病人里，你要是问我还有没有做过开颅手术的人的话，的确是有。我记得有一个人脸是长长方方的，头发呢不多，眉毛比较有特点，粗黑，下巴呢这一块好像也比较大。这个病人那个时候好像是头撞到砖头上了，送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没想到还挺了一段时间。手术其实挺顺利的，但最后还是不行，没救回来。我能想起来这个是因为当时有保险公司的人来过医院。好像当时是为开过颅的病人来的，来核实这个人的伤情。我把他们带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之后呢，我就走了。这个人据说是在工地上出的事故，反正估计能赔不少钱呢。我是一名退休医生，男，今年60岁，李姐就是我的亲妹妹。退休以前呢，我在这家医院做主治医生。当时李姐她爱人伤到了要害。那场手术是我做的，但有些事情你懂的，就是无力回天。那人啊，我是呕心沥血也没有救回来。为这个事情呢，我也很愧疚。我开完死亡证明后，这件事儿就过去了。我也知道他后来搬了家，换了城市，但我也没脸再去找他。好。这个各位实习生，你们听到他们这个4个人的介绍。目前呢，警方已经协调好了这里的病案室，你们有档案管理员会跟你们对接，你们可以找他们去要你们需要的相关记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们要调查清楚，第一个，这个老金在这里面住过院没有？有没有住院的这个记录？第二个，上午我们开棺的白骨的这个死者有没有在这地方住过医院？有没有这个记录？第3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在这住了院，那么这个白骨化的人的身份是谁？他的名字能够搞清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助理团也是要跟他们协助。好。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个分了2个组，这个他们新来的2个面试的呢都是队长。哦。对了，是带他们3个的，他们那3个是一个队，所以你们去挑选他们。既然那边人少的话，这边就派出一下最强战力吧。最强大脑，最强战力，那看来你是，那看来你是，那我这个你都这样了，来，我们来这边，我们来这边欢迎。你好，你好，我们无敌了已经。现在助理团和实习生已经分好了这个队伍了，我们就出发到病案室去。好，快，加速！上3楼，这地方有2个病案室，在1号病案室，它有最近15年的居民死亡证明；2号病案室呢，是最近15年的出院的记录。你们一旦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就等着你们，就告诉我结果。好，如果你们完成的答案是错的，你们还得回去。好的，出发吧。好，你们加油。我们先来。病案室。病案室2。你好，打扰了。你好。你们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想查一下10年前这边有没有颅内头颅受损的一个患者。12年春节期间，因为我记得他有一个时间点。哪个科室？脑外科，就是一个叫老金，一个男性。没有老金的，没有老金的。好，1月跟2月的都在这了，档案不能带走啊。没事，我们慢慢找。我觉得还是要理清思路，咱们现在找的这份记录是谁的记录，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找2个记录，一个是老金的，还有一个就是护士提到的一个人，白骨头那个。对，做过开颅。水服有什么特征吗？
水服的特征。水服那个时候就不是说有一侧颞肌出血吗？那个不能看，那个是10年之后的事情，现在这是10年之前的事情。那我们就看10年之前只能去看人物介绍中的事情。但是如果说通过人物介绍来找老金的话，他的介绍只有一句简单的那个个子高高的，很结实。根据口供，大家都说老金是在这家医院是死掉的，然后并且被埋了。当时李姐她爱人伤到了要害，呕心沥血也没有救回来。我是亲眼看着他下葬的。我儿子10年前人就没了，我白发人送黑发人，看着下的官。但是老金是在10年后的水中被发现的。他们说看到了，他公公看到了，他公公知情吗？主要是公公这句话就比较，他看到的是下葬，是不是已经棺木合上之后的下葬？这个也没有表述很清。对啊，看着下的棺。那个李姐呢，是我前主治医生的亲妹妹。我开完死亡证明后，这件事儿就过去了。那个，首先我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李姐和她的哥哥是亲属关系，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做主治医师，所以呢，他有可能就是在10年前有可能会换过尸体。我有一个疑问，可能因为我们是旁观者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在上一起案件中已经得知了李姐是凶手这件事情，对吧？对。所以李姐是一个有作案动机的凶手，所以李姐口供可以被质疑，是不是？那个李姐就是为了拿这个保险金，他把那个死的人就当成了老金，肯定是有另一个人代替老金在10年前死去了。就这个是那个白骨嘛？真正的老金呢，他打着白骨的名义出院了。是的，对不对？我们要对上号的是那个出院那个人。现在出院的话，我们把那个样貌特征先描述一下。公公说是真正的老金，个子高高的。公公说的嘴里的高高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水富尸里面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对，那就不是170。那10年前他跟这个白骨化的这个人时间点应该是一起入院的。对，都是有这个颅骨的问题的，对。咱们现在查的是小白的名字，对不对？这个是那个护士长描述的，对，应该是。就护士长描述的这个人是小白，眉毛粗，就这2个，主要是这2个比较像。但是根据相貌的话，应该是这个才对。头发呢不是很多，眉毛很粗黑，下巴大。178的去掉了，178的不用看。这个170。这个。他的这个开颅在哪里？左侧还是右侧？左侧。左侧是吧？那就是左部有血肿。我排是因为他损伤排，他是因为受到工伤，那里面是什么刀砍伤，然后什么肋骨多发骨折，他其实应该就是一个颅脑损伤。170的那个人应该就是老刘。白骨是老刘。老刘。那就选这个了，走吧。不改了，就这个，就这个。谢谢您，谢谢您。走。现在去看一下死亡记录。Hello， 你好。这是死亡证明是什么？对12年1月2月的死亡记录。1月份到2月份的，那还有其他的信息吗？因为我们1月份到2月份的还蛮多的。男性。做过开颅手术。做过开颅手术，叫老金的有吗？看一下啊。有。这里有5份叫老金的，跟你们说的那个信息比较相关。老金1到5号。他当年是多少岁啊？是40。按老金的东西来找死亡证明，老金年龄40岁，身高178，这个肯定可以排。老金04，老金01、02。所以，但是出院记录和死亡证明能作假吗？那你要看主治医生是谁啊？他哥开的，死亡证明一定是假的。我们这个死亡证明里面能信的信息有多少啊？既然他是开的是假的的话，1、2、3、4。你把它铺开来，铺开来，1、2、3。
他们现在要找的到底是这个白骨的身上的4个症状，还是老金的那个时候的病症？我理解的应该是伪造的死亡证明，应该是白骨说的伤，只是把名字改成老金而已，这是我的理解。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是按白骨的伤，但是年纪、年龄、出生年月都是老金的，包括年龄也应该是老金。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俩刚刚还是觉得在盘算，就是名字、年龄、出生年月日都是老金的，都是老金的，包括身高都是老金的。剩下的诊断是白骨的，什么年龄、出生年月日？就是上面这一趴都是老金的，包括年纪。如果他那会儿40，他就是40，就跟老刘没关系，这些全都是假的，都是老金的。然后底下的诊断，我们觉得可能是那个白骨的。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因为他得有死亡证明才能下葬啊。他得有对他的诊断体检是真正的，对，所以他才能下葬。所以就上面水符，下面小白。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40岁的老金，然后下面的信息呢是符合白骨的。我们在尸检里面没有见到骨折，对不对？没有见到骨折，现在先排除一个东西，没有骨折嘛？这有骨折，这个有骨折，所以这个排了。年前年后呢？那我们知道那一年的春节是哪一天吗？1月23。12年春节。说过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吗？春节后。我还是觉得这个，我看有时间。就是哪张啊？动脉瘤破，它这是个病啊，这才是个伤啊。他是在工地出现的意外，那么这个诊断里面他有他的原发病史，所以这个得拍。老金02，颅脑损伤，左侧颞骨骨折，头皮血肿，脑疝。他是有脑疝的，一定要去做开颅手术去清除他的颅内血肿，也是符合我们白骨的伤情。那就是02。对。走。这就是前面造成的一个脑疝，这就是个病。好，走吧。所以你选的哪个？选了伤是吧？对。我们可以去说了吗？我也觉得，我们去。走吧，先走吧。我们想着急汇报。好，谢谢。可以汇报了吗？可以吗？他们去汇报。他们没出来吗？没有了。没事，今天找不完就不睡觉。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份病历，是老金02，就是被水淹死的那个人。有什么跟他一致的呢？他因为要身份互换，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对调的，但是他的体检是真实的，因为他出具一个死亡证明书嘛。那在医院在出具死亡证明书的时候，要求是什么？你需要有医生去对他进行体检吧。所以这个体格检查一定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死亡证明书，它上面是什么？上面老金02是活着的，睡中，然后下面的是我真实，因为要死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今天在棺材里面开刀的那个人。那其他人为什么不选呢？有很明显的，它是一个脑动脉瘤破裂，是一个疾病的表现。还有呢？还有骨折，还有一个是骨折。那现在核心问题来了，这2份病历是什么关系？这个死亡证和这个资料，这2份资料，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信息栏对调了呀。我就要你这一句话呀，那就是那个白骨是谁啊？所以白骨是老刘，水师是老金2。对，老金2。对，资料是调包了。对，诊断是正确的。这么肯定吗？对，我们错了就再错了就没机会了啊。对，坚持。好，你们都答对了。他们是不是还没出来？没有，先别慌啊。现在呢，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做对了以后，给警察就提供了方向，进行了一个调查，就找到了老刘的家人，然后把老刘的家人做 DNA， 做完 DNA 以后一测，他们是有亲缘关系的，就是助理团要给他们介绍的。你看，现在老师有2份，说明什么？他们还没有拿到那个人体信息，哈哈哈哈。我赶快藏起来这。
不要受到他们的压力，没有关系。没有受到他们压力。没有关系。可以汇报了吗？我汇报完了吗？慢走，慢走，慢走。我们直接报可以吗？啊？对，我们直接说。可以啊。老刘和老金02。好，老刘是这个白骨。白骨。对。02是水尸。那这个病历这个诊断证明和这个出院证明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是这样。死人出院，活人死亡。造假调换了。造假调换。身份调换。就调包。对。就是这样，是对的。所以老刘的家属又提供了很多情报、很多信息，所以呢，警方最终成功的锁定了老金生前的做事地点，就是乌兰工地。注意谈，你们有一个任务卡，要到乌兰工地去做调查。哦，好的，好的，可能还有新的这种线索给我们。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实习生，一会儿跟我回到鉴定中心去，你们需要把这个人的死因搞清楚，到底怎么死的。要明天上午有个汇报，我们就兵分两路。OK， 加油，辛苦，辛苦。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你们想一想，还需要什么资料？从我这要啊！来，写。咱们这样呢，就是按起死因挨个排。先说毒，常见毒药物检查吗？直接，骨头旁边的就是土壤的，还有昆虫植物。OK， 按血样的。有。能想到的都有。衣物的。还有什么？定理切片。对，切片。骨质的定理切片。骨表面粉色物质成分检测。骨离子。骨骼免疫组化。这是干嘛的？就是看他生前伤、死后伤的一个免疫组化。那 DNA 的呀，现场那么多东西啊。我的 DNA 的意思就是说，现场的一些，如果就是除了他还有别人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那要。对，就加进去。监控要吗？这也太细了。想的就要，他不给是他的事，要不要是我的事。你是真狠呐！刘特要被我们整疯。我来写，我字好看一点。你可以看呀，分开看呀，分开看。你们看一下。照片看出来什么来？你看它的整个，它这个不像是霉菌，霉菌的话就是发绿、发黑、发白。发白，中毒的话它也是发黑。我是很怀疑中毒，真的，因为它肝功能本来就有问题。他肝功能有问题，就更容易中毒死啊。对哦，就毒粉烯嘛。这2个药服用之后会导致它的一个粉红色以及淡紫色。骨骼吗？是的。这是干啥的？这个药也排第3，激素吗？基本上它是缓解肌肉痉挛，上面双氧酚酸钠，它是一个消炎镇痛。所以这2种药是一定能导致粉色是吗？一定能。这2个药可以。你就写上吧。金属阳离子检测吧。骨骼。病理切片。差不多了吧？把你们的清单给我。求，来，快！交卷。就这样。画，你这漫天要价，真是。是，我看你们要多少？就基本上我都有要，那可能的字啥都要，反正是。可能有点潦草。不潦草。有点潦草。但如果我们要常见毒药物的时候，氰化物的话，应该他会一次性给我们吧？就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对。不知道咱们那个算不算常见毒药物的范畴？我看一眼以往的啊。
这是乙醇。哎，这儿呢，这有。没有，没有到。哎，我再看一下我笔记。要到。刘老师，就你们要的东西，你们要的一样的东西，这是泥土的，然后是解剖的，这一份，完了，就完了。完了，他们写那么多，没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常见没有啊？氰化物也没有。这个呢？我看看这个。尸检。这是谁的尸检？服尸的尸检？老刘的。啊，风化尸体，我看一眼。那就基本排除中毒了呀。还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排除常见中毒吗？常见的物都排除了。让我看一下毒鼠强、氰化物都没有。对，就是我们没有。有。所以你们看了那个，现在补充的这个资料，包括这个解剖这个上面，如果还需要什么东西的，再提。好。那说明我们还遗漏了一些东西。我再看一下，我可能从那个上面能看到了。我可以写吗？写吧。我觉得有些。那这个，那成分。对啊，我就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张照片？因为他有几根支棱出来的那样的。那什么东西？那个物质的鉴定。那成分。要一下。我让你。工地里面有一堆集中。队长。哎。嗨。队长发现东西啦！好。你坐这边。那你就从案情开始梳理，然后交这个。看这个。手骨大脚，那就是被外力重力压迫。他是左侧的话，那就是我用了我的左手。那这个的话，老金是可以通过哪个方面得知到他是一个左撇子呢？这个还溺死的时候抓东西了吗？没抓。溺死的时候，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指甲盖没了。没了，有一边有，有一边没有。对，没了。确定一下是哪个手指，然后再确定一下是哪只手。是这个。右手是右手，右手应该在右侧。不对。太难了。骨头没有问题吗？看到一个东西啊！我看到了，刚才看到了。裂，不是，等会儿，咱这么想啊。什么？我没有跟上。手骨大脚的话，就会有提示窒息的可能性。然后裂程度不严重，但是会有。我觉得它可能会是点东西。对。
老工地，这边来。哎，这里。这里呢是一个1:1还原的老金打工地的生活场景。接下来咱们就在这儿来搜寻一下之前老金留下的一些相关的物证。哪一个是老金的铺呢？之前的信息里边有没有提到过一些信息？看看他平时吃饭起居的这些东西，看看有没有独属于老金的。目前看不太出来。维生素 C。所以，哎，这里有个记事本，这有账本。哦，有一个账本。哦，账本下面是一个密码锁。哎，这个肯定很重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内容，看看有没有一些密码之类的内容。3月1号2包烟，20块，20块。3月7号西周咸菜3块，3月8号豆包榨菜3块5。他还反过来记，很节约用这个纸。给刘娃子寄钱300元，就刘娃子。刘娃子的话应该就是老刘的儿子。老刘的儿子。对对，老刘的儿子。密码是几位数的密码？4位的。会不会是哪一天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刘娃子的生日。死亡日期。我想的是他出院的日期，就是他第2次。死亡日期就是他的出院日期。是的，那个日期不是一个具体日期，它是2月9号、10号。哦，这个哪一个？0606是哪来的一位？给李姐买礼物了，会不会是她的生日？也不是，也不是。哎！哇，我简直是搜证能手，我天哪！是，搜证权。搜什么？搜什么？搜证全能王。2月11日晴，那天也是从这一天重新开始的。2月11日就是他们互换身份的那一天。是的。021。试一下。021。你继续读。3月1日晴找到了一份工作，李姐很高兴。4月1日晴太开心了，挣了这么多钱，带李姐吃了个烧烤。021也不对啊，继续。6月6日阴，今天多做了3个小时，挣了300多，哈哈。8月10日赚的钱多了，娃就有过冬衣服穿了。10月20日雨，压力太大了，活又断了，包工头拿着钱跑路了，我没着落了。啊，钱没着落了。又到1月1日晴，生活苦，但为了娃也为了老刘家的娃，那感觉他的压力反而变得更大。对，他一直背负着这2个家庭的命运在做。对。好奇怪哦。先看吧。先继续往下看吧。2月2日风，明天去垃圾站碰碰运气，看有没有被子。1月20日阴，希望冬天快点过去。6月1日，7月7日，10月31日，又到1月1日。2月10日雨，做了噩梦，惴惴不安。当年的事情真的不会被发现吗？0210 是什么？对，0210就是当年事情发生的那一天。0211是之前试的是他身份转换的彻底转换那一天，但是他0210做噩梦了。聪明，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一年的0210。对，因为之前他写的0211是他新身份开始的第1天嘛，所以0210是事故发生的当天。对。太聪明了，你真的有颗聪明的大脑。看看这个柜子里有什么重要的线索吧。遗书。哦。有一些血迹，这个是重要物证。是伪造的。天哪！大家吃饭。哇，谢谢。谢谢。他们是不是去拿我们的奶？哦，吃点吗？哇，曹玉呢？曹玉下去拿外卖了。把这个给曹玉，他要的东西。
要这个成分。要一下吧。他要的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对啊，你们没要。对我们还在写。不至于，不至于。几份呢？大份，大份的。共享一下呗。行。开森，后生福啊。你觉得曹郁他能想到、能要到的是什么？曹郁啥都能要，他啥都能想到。你要的东西都都给你了。快来看，真的吗？关键，快！真的吗？特别关键，就和我们刚刚那个对在一起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不知道。好，吃饭。再见。干饭。我们拿到材料了吗？快来看一看，康康。我们只要写一份死因报告是吗？对，我们2组交一份，所以咱们就其实写完之后可以共享一下。这会儿你就要共享了。然后互相这会儿你就要共享了。互相改，互相进步一下。真的。已经骗不到曹郁了。我们明天要汇报，整理出来就可以下班了。总结一下吧，来。咱们赶紧讨论完下班。下班。这样的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然后这个呢？对这个，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呢？就说明他的动作不单单是这个，他可能还有就是对他一个长的动作，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因为你光捂这个的话，不会。那他嘴里为啥没有啊？就是你想那个动作，他就是直接这样的，然后你嘴巴是闭的，他直接这样盖上去了，你全程没有张过嘴，他很用力的，万一这样就直接。我觉得可以解释得通的。对，行，我觉得直接是可以定这个的。啊，我先把这个写了写完了我发群里大家看一下。OK， 行定好，我们就回去收拾。下班。不是你们他那么开心。走了，拜拜。拜拜，慢走。娜姐他们组拿到报告推测完死因就马上下班了，然后我们组的死因和案件重建也都没有分析出来，压力很大。OK， 我来搜一搜。这那边就写那个。你有什么收获？我已经蒙住了。你们看一下这里，他在医院里面做了手术之后，为什么这个这么剧烈啊？就是这么不规则呀？那就只能说是他有一个2次损伤的可能。他那个鼻腔内见少量絮状纤维样物质沉着。有没有可能？毒气。就是多种方法想把他搞死，就是搞不死。对，我是觉得那个口鼻腔的絮状物就能知道他是有被捂住口鼻，还有他舌骨的大脚骨骨折就有被扼住脖子，
这个就导致他窒息，然后再加上他顶枕部的一个创伤，我是觉得他的在这一系列能看到的情况下，他足以够致死。现在我们能去定哪一个是主要的吗？期间性损伤伴窒息导致人员死亡。这个我觉得可以，肯定就是3点。所以这个报告你看一下群里面，可以自己改动之后，我们明天看一下今天晚上能不能补充，明天早上过来再打，可以吧？好。就是能把这个框架给理出来。走吧。走。我们足足耗了2个3个小时，但确实哈，处于这种阶段，真的很想去查出他，很想去找到他的这种心情。改报告，改报告，改报告。我来改报告，改报告。我坐的我的位置是被刘佳琪征用了。对，我们昨天就坐了你的位置。他就想激走我的心情迫切。哇，天哪，他机械的取代你。啊？陈实。哎。咱尸检报告好像少了一页。为什么少了一页呢？不知道啊，我刚刚打开。你说这张吗？啊。昨天有呀。我想看看你们的尸检报告，可以吗？不给看，不给看，不给看，看不了。因为我们2个，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上面有写。哦，写东西了。对。早上好。Hello。走。队长，尸检报告好像少了一页。那我昨天那个转导的时候有照片，我去导一下。那这个就不重要了。走吧，咱过去聊。走呗，走呗，走呗。嗨，早上好。早上好。跟各位汇报一下，昨天我们去工地之后发现的一些关于他背景故事的线索。可以坐下吗？好，我们的会议开始了啊。好的，好，那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发现的一些物证。上。首先，我们发现了一封，相当于是自首信吧，是写给李姐的一封没有被寄出的信。这封信我有预感会揭露很多。媳妇儿，工地上出的事儿，我和老刘都受了伤。当时你怀着我们的孩子啊，还四处借钱给我治病。媳妇儿，对不起，我还是想去自首。我老金对不住这个家。老金9月5号。但当时也就是因为医疗费用不够，所以李姐不得已杀害了老刘，用老金的保险金，但是用老刘的死伪造成了老金的死。对。从此之后，老金和老刘身份互换，然后老金也一直过着没有名分的黑户的生活，打着2份工。然后发现了一个密码箱，这个密码箱的锁是这一个。密码箱的锁的密码是0210，就是事故发生的那一天。然后这些可能就是给孩子买的一些日常的玩具，他们都被锁在密码箱里。但密码箱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一条毛巾。一个毛巾，上面好像有绣字，某某医院，在医院拿下来的。这个毛巾很重要，不然它不会锁在这个柜子里。对。然后可能需要做一些简单的鉴定。行，那我们的这个分享也差不多，你们先讨论讨论，然后一会儿等着你们的这个汇报。好的，辛苦你们，辛苦你们啦，一会儿见。辛苦，加油。
慢走。哎呦，汇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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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是不是嘛？就漏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嘛，就是絮状物呀。你们要了吗？没敢要。是这个东西吗？你们要的阳性是这个东西吗？所以我就说有一个东西能就区别它到底是损伤还是窒息。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可以上台了。哎，这个案子跟我们想的就差不多了，没什么意外的点。会不会这太顺了，就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有点太顺了。太顺了就说明我们很厉害啊。太简单了，真的。我不知道，但我也想不出来其他的。刘头，刘老师，准备的怎么样了呀？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纸质版的出来没有？出来了。你们纸质版也出来了？也出来了。现在是每个组轮流着汇报。好。第一组可以进了，走。走吧。好好表现，同志们。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您嘞。他们一会儿是分组报告。加油！敲门。请进。请进。有这么多人吗？来，请上台。你们这一组马上要进行汇报，所以你们今天要把白骨化的人的死因要告诉我们。另外就是事件重建也要告诉我们，看看你们是安排谁来介绍这个。我们这一组先请刘朝玉同学进行一个对白骨化尸体的死因的分析。好，老师好。就是先说那个法医学病理学诊断吧。法医病理学诊断就是左侧的舌骨大脚骨裂和左侧颞顶部的骨创，还有一个颞骨的楔形的缺损。结合医院的病例的话，就是我们推测老刘的遗骨上面的认为他是存在一个深浅的颅脑损伤，就是他左侧的颞顶部的颅骨缺损是由外科手术造成的。实验室报告的话，就是我们有2份，一份就是白骨杆曲泥土的，它的常见毒药物是阴性的，可以初步排除中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骨的鼻腔处的提取的纤维，里面的成分检测出来与老金工地宿舍铺巾的纤维是同种，所以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老刘是倾向于被外力作用于颈部和口鼻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我将今天早上所获取到的一些线索和信息，还有整个事件进行一个还原。10年前的时候，老刘和老金同时因为工伤然后住院了。2个人都有颅脑损伤，然后李姐因为当时怀着孕，然后又没有钱，所以她就当时想要通过骗保这个方式来获得医疗费，给老金来治病。然后我们推断，可能在他即将要出院的时候，然后也就是我们的嫌疑人李姐，可能用铺巾样的物质对老刘的口鼻进行了扼捂的一个行为，导致老刘机械性窒息。这个时候呢，又因为李姐她的哥哥为老金造假了一份死亡证明，然后老金其实是出院的，然后他是以老刘的身份一直在生活。好，谢谢老师，谢谢助理团，谢谢大家。你们刚才的汇报以后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在里面？我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颞骨的那个翼点那个部分也有一个就是颅骨的缺损，然后我们当时不能判断他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所以就想对他做一个就是鉴别，然后查了一个相关的文献，通过测量他颅骨中的就是铁元素，可以判断他的生前伤和死后伤。你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刚才那个曲林说的。哪些地方需要做这个东西啊？是光这个翼点呢，还是说其他部位可以做一下？我问刘瑞娜。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白骨上发现了这种骨折样的一些改变的话，我们就应该在骨折区都进行一个取样。对这个案例，你怎么做？取这个颅骨部分的这个样本，然后还要取就是舌骨，但是舌骨未见，所以舌骨取不到。刘瑞儿她的表达很清晰，显示出她的知识储备很广。曲一宁还是很灵活的，他知道去查文献，表现的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们说他是窒息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舌骨有一个可疑的一个骨裂，然后鼻子里面有个毛巾，最后这人能定案子吗？也不能，其实。你们再回去考虑考虑，然后你们把那组请进来。好的，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啊，把另外一组还是叫进来吧。去吧！哦天哪！加油！好，那我就正常说完之后，然后我就行。帅哥美女加油吧！是很难吗？加油！超级难吗？别紧张啊！好的，走吧。何老师，晚上好。哎呀，何老师，好，请你们3个人一起站在台上面去。老师，这是咱们的一个报告。你们是怎么个安排的？我先讲一下死因的部分。好，首先它的整个颅骨缺损的部分，它有一些钝性的损伤的表现，用医源性的处置是不能够解释的。所以我们考虑，首先第一点有颅脑的损伤，因为看到它的左侧的舌骨的有骨裂的现象，有一个不完全骨折的现象，所以考虑是一个机械性窒息。那最后我们在现场的照片里面看到它的鼻腔内是有纤维雾状的一个附着的，所以也考虑会有一个无死的一个现象的发生。然后最后的结论呢是，老刘因颅脑损伤合并机械性窒息导致的死亡。这是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然后我自己有一点补充。我个人是觉得，首先它有最开始的工地受伤的一个病史，那它肯定就已经存在颅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它的骨折线是经过骨缝的，所以有可能是由于在最开始损伤出现，然后经过到医院救治的过程中，医院的救治把其他没有经过骨折线的那些缺损去给补救了，然后做了一个开创的减压。所以我自己可能有一定的倾向是单纯的一个机械性窒息导致的死亡。事件图鉴有没有？那我就黑板。对，可以，可以，你可以用。我们从老刘和老金当天是同一天进入医院的。老金和李姐属于一个夫妻的关系，可能存在一个李姐她个人的一些原因，想进行一个骗取一样这个保费。保费。对，就是骗取一个赔偿金或者说是一些金额的这样一个行为，把他们的信息就是进行了一个对调。我问就跟刚才几个问题问一下刘佳琪，好吧？那我问一下那个刘佳琪啊，有哪些死因在这个白骨化的尸体上容易找到，哪些我完全不能找到？首先，白骨化的尸体，你在骨头上有印痕、有骨折，这些是很容易见到的。然后，机械性的窒息可以在白骨化的尸体上面找到。完全不能找到的死因呢，是一些器官性的病变，比如说心源性的猝死。哪些可以提示它机械窒息？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舌骨骨折。还有补充的吗？颞骨岩部。陈师，你刚刚讲颞骨岩部，什么反应机械窒息？颞骨岩部如果有出血的话，可以提示。那查什么呀？查它的含铁血黄素。陈实在过去的几个案件中，他的表现虽然有波动，但是逐渐是向好的一面，尤其对
基因自习的检验，他有自己的见解，在这一方面呢，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你们一会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白骨化的能不能看出去是什么东西出来？一会儿两组一起进来，我们来讨论这事。啊，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谢谢，加油，谢谢，好了，来的，这是你的。你们咋说的呀？怎么样？要被问死了。你们多少分？没跟你说吗？没有。啊，我就直接跟我们说打了分了。你100分是吧？对，我100分。你们就是联合实验吗？对啊，3种联合的我们是。3种联合。就是魔法、物理和真实伤害。啊，原来是不可以说啊。好吧，我们就准备揭晓这个案子真相了。案件真相。10年前，老金和老刘是某工地上的2个普通工人。一次在工地干活的时候，2个人出了事故，双双进了医院。本就贫寒的家庭因此雪上加霜。此间，老金听说隔壁床的老刘快不行了。2人虽然是同时受伤，但老刘比自己要严重得多。老刘呢做了开颅手术，生命垂危。李姐此时怀着孩子，想到当下和未来的开销，又想起老金进工地的时候买了工伤保险，便萌生了用老刘的死来骗保的想法。李姐在说服了老金之后，趁夜来到了老刘的病床前，用老刘床头的布巾扼压其颈部，捂其口鼻，使其窒息而死。同时将老刘和老金的信息对调，并且伪造了死亡证明。公公呢见到此事已经发生，无可奈何，只得将老刘以老金的身份被一同埋在了地下。老金换上了另一个人的身份，与李姐去了外地，重新开始生活。老金断去了和亲朋好友一切联系，所有需要用身份证完成的事情都不敢参与，而且看着自己的孩子，想到老刘的孩子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失去了父亲，老金终日寝食难安呀，夜夜难寐。虽然他常年与老刘的儿子写匿名信，并且寄钱，但还是会在良心的这个谴责和终日不安之下，向李姐提出要自首。李姐认为自首就毁灭了这个家庭和远房的父母，在她的苦劝下，老金不听，所以李姐就产生了这个杀意。在精心策划之后，将老金约到了江边，把其推下水中，导致溺死。最终面对铁证，李姐承认杀害老刘的罪行。退休医生因为当年伪造了死亡医学证明以及对亲妹妹包庇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涉事机构以及相应负责人员也因管理存在疏漏被追责。我觉得我们昨天的2组人在推断这个人的性别、年龄和身高的时候，应该我觉得你们成长很快，可是你们准备时间还只有半天不到。还有一个就是昨天你们，刘瑞娜还有李佳琦，就对那个骨疮的这个认识，要是没有这个医疗经验的，就认为是打出来的，其实那是个医院的行为。这些信息虽然看起来很少，但是还是有价值，所以这是我觉得昨天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今天其实大家都在谈的问题，怎么去找到他杀人的这个证据？那么其实，在他的右侧的肋骨的沿部，通过体质显微镜观察到里面有含磷血黄素的中和颗粒。通过什么染色啊？知不知道？普鲁士蓝。普鲁士蓝就对铁离子有染色，染上去就变成一个绿颜色或是蓝颜色这样一个颜色。所以我们说这是个生前的一个表现，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是能够发现的。你就算把人埋了多少年，你逃不过法医。接下来呢，又到了这个打分的环节。2位踢馆者对你们考核当中是2选1的，你们可能面临着有人要走。给2个踢馆者的打分。最后说，接下来我们要对我们老的实习生要打分了。
从你这边开始。刘超玉是91分，哇！因为他昨天那个鼻腔的这个纤维这个事情，他首先给我发的微信提出来的。那这个成分，我就是给他一个这个分。徐子彤92分。昨天包括在前天你们4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把控也是非常敏锐的。我问什么你答什么。我就想你们把这个水中的这个尸体它的解剖的注意事项作为一个陈述。一是避免破坏，然后要环境通风，多准备一些解剖器具、防滑的这种工具。硅藻取材的时候要取器官的中部。从目前来看，比较贴近我们的问题的是徐子彤。屈宁呢，也是92。因为屈宁在给我汇报的时候讲的这个含碘水黄素这个文章，我觉得他是最接近这个方面的。我想要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颞骨的那个翼点那个部分也有一个就是颅骨的缺损，查了一个相关的文献，通过测量它颅骨中的铁元素，可以判断它的生前伤和死后伤。哇哦！向晴晴的这一次可能比较冷静，让我观察的东西，拼那个骨头的时候，这个手脚是你拼的，脊柱也是你拼的，而且非常完美。第1掌骨、第2掌骨、第3、第4、第5掌骨，手骨好了，脚骨也好了，颈椎7块，腰椎5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后面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方面，可能你们这个团队里面都有影响，所以给的分是相对比较靠后，70分。接下来就陈实了。我们说在后来找病例的时候，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信息栏对调了呀。所以白骨是老刘，水尸是老金2，诊断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就要你这句话呀。开棺的时候呢，他的拼的骨头最早完成任务的。在今天的汇报的时候，我觉得他唯一一个直接把颞骨眼部出血这个事情说出来的。什么反应自言自喜？颞骨眼部如果有出血的话，可以提示。他查什么呀？含铁血黄素。而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点，还就是这一点。哇，没有这个证据，可以把你翻得一塌糊涂这个案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再给你更多案子磨练，会让你有更大的进步空间。85分。接下来就是刘瑞娜和李佳琦2个人这个来踢馆，相当于是新人来了。新生的表现都很好，两边助理团是对他们观察有很好的评价，所以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还是很紧张的，就不知道自己这个表现在老师那里是怎么去评判的。今天这个成绩。刘瑞娜是88分，谢谢。刘佳琦是78分，相对来说呢，刘佳琦在这个管理上面，就领队上面，可能就是比这边要弱一点，也可能跟你们的队友的配合默契度也有关系。身高身长刚刚量了吗？没量。这边4个人在昨天白骨化这个现场，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配合比较好的。我来记。是吧？47，但是少了一个要记一下。对，少了一个，然后你量一个胸椎的。2。数据给你，然后你拿那个算一下。年龄看一下牙齿和耻骨联合，牙齿的磨损程度。刘瑞娜这个在这个协作上面比较不错的。
在一些理论问题回答上面都差不多，但是刘佳琪是有几个错的。解剖时注意颞部是否有颞骨、眼部骨折，这是什么道理？再一个就是在拼骨的环节当中，可能你们那个组的2个错误都在你手里，肩胛骨的问题放反了，还有那个肋骨放反了这个问题。这个平着这一端应该是胸骨端，对，这几个都是错，都反了。所以这个可能硬伤是比较明显的。带一个队的话，主要就是你要去看一个领导能力啊，然后去看一个你协调的能力，包括你自己的理论知识，就是没办法去说你所面对的理论知识刚好是你不会的那些，因为你不会就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所以理论知识也好，然后协调的关系也好，可能很主要的2个方面你都没有做好吧。所以按照规则来说，佳琪就可能要离开我们。我觉得能过来参与这样一段经历，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一下自己的一个阅历。就哪怕说刘老师说更正了我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收获。我会觉得说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过程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刘哥他就很体贴啊，他就不管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不管我做的是对还是错，他只要看到我不说话，他就过来，小伙子没关系，小伙子就是一种鼓励，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希望就是我能继承你的。我能继承你的力量，继承了，直接越唠越不对。对，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就这样吧。我们要跟佳琪合个影一起，好不好？好。来，我要跟你站一起。我们要把佳琪放中间。哎，来，别，站中间，站中间，好，佳琪站中间，哎。以后顶峰相见。顶峰相见，拜拜，拜拜。sad。看到这种还是很难受，蛮 emo。哇。大家在外，比如说赶路也好啊，工作也好的时候，在心情上难免会有一些想家的时候。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不同的岗位，其实都会在某一瞬间，你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袭来，就是生病的时候。对，可能你要自己一个人去医院，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现在发现你在外地为了生活去工作，可能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还有要自己带着吊瓶上厕所呀。对，这个是真的。我本人是比较能够适应孤独感的，就有的时候自己在家的时候，就你刚吃完饭以后，可能下面扔个垃圾，或想出去买2瓶水，再一回来以后就闻到了隔壁家正在炒家里边炒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回去以后再看到自己的外卖，就完全就不香了，就完全就不想吃了，你就会特别想自己家里人做的饭。对，所以其实你像我们，其实我们要对于自己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好，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好，其实我们要抱有感激的心，因为不管是在哪个工作岗位，朋友和亲人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的，抱团取暖。对，一定是找寻这个孤独感的一个出口。所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样的故事有相同的感受，或者说也有自己的故事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也期待聆听您的分享。哇！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放松。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吐槽大会，把那些心里的小秘密都吐出来吧。我等很久了，刘朝玉，他洗澡的时候，知道吗？吐槽一下我自己。现在趁机说了，那我也吐槽他一下吧。我也想吐这个。简直了！
My name is 蹦蹦蹦蹦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开启新的一轮的这个案件模拟考核。这一次是跟动物有关的一次案子。这个农场里面大量的这个牲口疯疯癫癫，不吃不喝，最后是七窍流血，浑身的凝血都出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凝血功能不全？就在大家努力地向羊群离奇死亡的真相靠近的时候，警方竟然在卡车司机的车内发现了养殖户的尸体。这是一起密室杀人的一个案件。现在我们要紧急行动了。整个车厢里铺天盖地都是血迹，这些血迹就很让人怀疑，说是人血还是羊血。人真的不是我们杀的。他这个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发火。这个人死了，肯定跟我没有关系嘛。虽然我是跟他吵了一下架。停好，你搞什么搞啊？中毒的症状是挺相似的，视网膜下腔出血。它也是多器官的一个出血，其实跟那个羊还挺像的。有一个副教授直接就开了刀，开刀以后一打开啥也没看着，上班3个多月，大概3、4个月，死了。我送给你一个东西，我送给你这个，然后上面有3个东西，先用眼睛看事情，然后再去用脑子去想。我可以给你送本书吗？对，我特别喜欢看书。啊，好，我喜欢。哇，我也有书。好了，我们下去吧，来，快！我先走，好吧？欢迎随时再来。好，我的位置永远是你的。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曲艺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